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很多人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如果中共真的發動武力攻台，台灣能不能守住？但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在自我設置局限。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台海戰爭已經無法避免，台灣有沒有可能不僅守住自己，還借着這場戰爭最終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因為只擊退解放軍並沒有真正解決台灣面對的威脅，只要中共專制政權仍然存在，他就會重新補充軍力，總結失敗，尋找下一次攻台機會。所以一旦中共主動發動戰爭，台灣的最高戰略目標就不能只是挫敗這一次進攻，而要利用這場戰爭徹底摧毀中共繼續威脅台灣的政權基礎。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套可以逐步推演、直接打擊中共統治命門的戰略邏輯。中共政權能夠長期維持，不只是靠大量的國內基本盤，它同時依靠軍事威懾、國際空間、經濟資源、宣傳控制、統治集團的內部團結，以及中國社會對中共倒台之後局勢失控的恐懼。因此，台灣要想把一場保衛戰進一步轉化為中共的政權危機，就必須同時打擊這6個方面。第一，讓中共在軍事上無法取得速勝；第二，把台海戰爭轉化為中共無法獨自承受的國際戰略危機；第三，讓戰爭持續消耗中共的財政、產業和資源；第四，讓真實的戰況、傷亡和責任突破中共的宣傳封鎖；第五，讓戰爭失敗的責任和衝擊傳入黨內、軍內和官僚系統，推動統治集團互相懷疑、互相追責、互相拋棄；第六，讓越來越多中國人看到，中共並不是中國唯一的選擇。中共結束之後，中國仍然可以維持秩序，並走向新的政治未来。注意，這6種手段不是彼此孤立的，它們是一套相互推动、相互放大的完整戰略。當這6種力量同時形成，中共發動的就不再只是一場攻打台灣的戰爭，它發動的就是一場最終反噬自身統治的戰爭。接下來，我們就把這6種手段逐一拆開，看看台灣怎樣一步一步把中共的侵略戰爭轉化為中共政權的終結危機。第一種手段，讓中共在軍事上無法取得速勝。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一步，整條路徑是中共必須依靠速勝完成攻台，台灣破壞速勝所需的關鍵條件。解放軍的軍事優勢無法轉化為政治勝利，習近平的戰爭承諾與最高決策權威受到衝擊，軍事受挫，開始向中共統治體系擴散。第一步，中共為什麼必須依靠速勝完成攻台？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一步，不是幻想在正面力量上壓倒解放軍，而是先摧毀北京整個攻台計劃最依賴的條件——速勝。中共攻打台灣不能只是最後獲勝，還必須在極短時間內癱瘓台灣指揮，摧毀主要抵抗，完成登陸與持續補給，並在美日形成有效介入之前製造既成事實。只有這樣，北京才能把戰爭包裝成已經結束的統一，迫使外部國家面對高昂的逆轉成本。戰爭一旦拖長，4個原本被壓縮的時間窗口就會同時打開，外部國家有時間協調軍事與後勤資源，制裁體系有時間形成，真實傷亡有時間進入中國社會，黨內也有時間追問為什麼戰爭沒有按照承諾結束。因此，速勝不是中共最理想的結果，而是整個政治計劃成立的前提。習近平必須證明自己能夠打贏，能夠控制升級，也能夠讓代價保持在統治集團可承受的範圍內。任何一項落空，軍事問題都會轉化成最高決策責任。所以，台灣真正要摧毀的不是解放軍所有軍力，而是中共迅速結束戰爭的能力。只要北京無法在預定時間內取得決定性政治結果，它擁有更多導彈、軍艦和飛機，也會逐漸從優勢變成持續消耗。第二步，台灣怎樣破壞速勝所需的關鍵條件？台灣的行動必須圍繞一條原則展開，不讓中共連續完成癱瘓指揮、消滅抵抗、登陸擴張、穩定補給、迫使投降這條進攻鏈。首先，國家指揮體系必須能夠在遭受導彈、網絡、電子干擾和內部滲透以後繼續運作。中央指揮受損時，備用體系要立即接替；主要通信中斷時，軍隊、地方政府和關鍵公共部門仍要依據預案行動。
部分領導人失去聯繫時，權力要按明確順序自動延續。判斷是否撐過第一輪打擊，只看政府是否仍在決策，軍隊是否仍在接受指揮，社會是否知道國家權力沒有消失。其次，台灣必須把關鍵戰力從少數大型基地轉向分散、機動、隱藏、備用和快速恢復。戰機、導彈、無人機、彈藥、燃料、通信與維修能力都不能集中等待摧毀。台灣不需要在戰爭最初幾天爭奪絕對制空權和制海權，而要保留足以威脅跨海運輸、登陸集結和後續增援的拒止力量，讓北京始終無法確認台灣已經失去反擊能力。再次，台灣必須把有限火力優先用於跨海進攻鏈中最脆弱、最難替代的環節。第一批部隊上岸不等於佔領成功，真正決定結果的是後續兵力、重裝備、彈藥和燃料能否穩定進入。台灣應持續打擊運輸平台、海上集結、卸載節點、港口修復和已登陸部隊的補給，使局部登陸無法擴大成穩定控制。與此同時，社會不能先於軍隊崩潰，地方政府、警消、醫療、能源、交通、通信和新聞發布都要提前建立替代機制。停電、斷網和封鎖出現後，社會仍要獲得命令、物資和可信戰況、能源儲備、分散供電、關鍵庫存、港口恢復和外部補給，也必須在戰前完成制度化準備。最後，台灣要保存對外通信、情報接口、機場、港口和後勤接收能力，讓美日始終看到兩件事：台灣仍在抵抗，外部介入仍能改變戰局。這樣，中共每推進一步，都要付出更多時間和資源，最終被拖出速勝窗口。第三步，為什麼軍事優勢無法轉化為政治勝利？中共真正需要的不是證明自己能夠摧毀台灣，而是證明自己已經控制台灣。遠程打擊可以破壞機場、雷達和基礎設施，卻不能替代穩定佔領。局部登陸可以制造宣傳畫面，卻不能證明台灣政府消失，軍隊停止作戰，社會接受統治。只要台灣的國家權力仍在運作，抵抗力量仍能持續攻擊跨海補給，外部資源仍有進入空間，北京就無法把軍事優勢兌換成政治結果，這會把解放軍拖入最不利的狀態。為了維持有限戰果，必須持續投入更多人員、運輸、護航、補給和防空力量。投入越多，暴露的高價值目標越多，佔領範圍越大，防守與治理負擔越重。台灣不必在所有方向取得勝利，只要讓中共無法建立連續、穩定、排除抵抗的控制秩序，就能使北京的總體軍力變成一張不斷追加成本卻無法兌現的支票。當能夠打無法證明已經贏，戰爭的政治時間表就會破產。北京原本希望外部世界接受既成事實，結果卻只能面對一個仍在抵抗、仍被國際承認，而且越來越容易獲得援助的台灣。軍事優勢因此不再產生威懾，反而持續暴露中共無法完成自身戰略目標。第四步，為什麼習近平的戰爭承諾和權威會受到衝擊？攻台如果與習近平的歷史地位綁定，速勝失敗就很難被解釋成普通戰術延誤。黨內會連續追問：為什麼低估台灣的持續抵抗？為什麼高估解放軍迅速佔領的能力？為什麼錯誤判斷美日反應？為什麼一場被描述為可以控制的戰爭，變成不斷追加資源卻無法兌現政治成果的消耗？這些問題共同指向的不是某個基層單位，而是最高決策層對軍事能力、國際環境和社會承受力的整體誤判。中共權力高度集中，重大勝利可以歸於最高領導人，重大失敗也不可能永遠推給下級。習近平越是在戰前親自決定目標、整肅軍隊，並宣稱掌握全局，戰後就越難與結果切割。黨內未必立即公開反對，但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會重新計算，繼續服從同一套判斷。會不會讓整個統治集團承擔更大的風險？如果升級戰爭無法保證勝利，停戰又等於承認失敗，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就會同時受到軍事結果和退出困境的夾擊。台灣要做的是持續證明戰爭偏離了北京原定計劃，並把時間表、資源追加、傷亡擴大和政治目標落空清楚呈現。這樣，戰場上的每一次拖延都會成為對最高決策能力的新證據。第五步，軍事受挫，怎樣向中共統治體系擴散？速勝失敗以後，最先出現的未必是公開內鬥，而是各系統開始自保。政治領導層會追問軍隊為什麼沒有完成任務，
軍隊擔心戰略錯誤被全部推給將領，情報系統要解釋判斷失誤，經濟部門則會警告戰爭正在吞噬財政、產業和外匯資源。為了避免承擔責任，下級會減少報告壞消息，各部門會強調自身已經完成任務，把失敗推向其他系統。這種變化會破壞中共最依賴的兩項能力：真實信息向上流動，以及命令從上到下統一執行。最高領導層越需要準確判斷，下面越害怕說真話，中央越要求追加資源，地方和部門越傾向保留實力。軍事失敗由此不再局限於戰場，而會進入財政分配、幹部問責、軍政關係和內部忠誠。第一種手段的意義因此不只是守住台灣，而是奪走中共對戰爭時間、節奏和結果的控制。只要速勝承諾破產，後續的國際介入、經濟消耗、信息突破和內部追責就有了共同入口。台灣把戰爭拖長的每一天，都是在把自身的生存时間轉化成中共的統治壓力。第二種手段，把台海戰爭轉化為中共無法獨自承受的國際戰略危機。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二步，整條路徑是中共試圖把戰爭限制為所謂內部事務，台灣把戰爭定義為對地區秩序的攻擊。美國和日本率先進入並改變戰場條件，更多國家形成持續而具體的聯合行動。中共失去控制戰爭範圍、節奏和代價的能力，國際戰略危機反向衝擊中共政權。第一步，中共為什麼要把戰爭限制為所謂內部事務？中共發動戰爭以後，會極力把它描述成中國內部事務。這個框架不是單純的宣傳口號，而是北京限制外部介入的核心戰略。只要國際社會接受內政說法，其他國家提供武器、情報、後勤或直接軍事資源，就會顯得缺乏正當性。北京便可以一邊用武力改變現狀，一邊警告外部國家不要干涉。中共最希望出現的局面是台灣獨自抵抗，美日遲遲無法決定，其他國家只發表聲明。等到各國完成法律與政治協調，北京已經建立占領，再用既成事實提高外部逆轉成本。因此，中共追求的不只是軍事速勝，也是外交速勝。在外界形成共同判斷之前，先把戰爭定性和結果一併鎖死。第二步，台灣怎樣把戰爭定義為對地區秩序的攻擊？台灣必須從戰爭爆發前就準備爭奪國際定性。中共一旦動武，台灣要立即公布攻擊時間、打擊目標、平民傷亡和地區安全受損證據，明確這不是所謂內部執法，而是以大規模武力吞併一個擁有完整政府、軍隊和社會制度的政治實體，並以此改變西太平洋的戰略格局。台灣不能只要求各國因為民主價值而同情自己，而要讓他們形成共同判斷。中共一旦成功，受衝擊的將包括第一島鏈、地區盟友安全、海上交通、半導體供應，以及國際社會阻止武力制造既成事實的能力。國際定性越快完成，各國提供軍事援助、經濟制裁和外交行動的政治基礎就越穩固。第三步，怎樣推動美國和日本率先進入並改变戰場條件？國際介入的第一層核心必須是美國和日本，因為只有他們具備迅速改变台海戰場的情報、後勤和軍事能力。台灣在戰前就應把情報共享、通信接口、目標識別、武器補充、後勤維修、醫療轉運和基地使用納入可執行安排。戰爭開始後，則要持續保存指揮體系、港口、機場、通信網絡和接收資源的能力。美日是否進入，不只取決於政治承諾，也取決於介入是否仍有軍事價值。台灣政府仍在運作，軍隊仍在作戰，外部資源進入後仍能改變結果，才能把政治意願轉化為實際行動。台灣先靠自己保住戰局，再用爭取到的時間推動美日提供持續偵察、目標識別、武器零部件、維修醫療以及限制中共海空行動的力量。第四步，怎樣讓更多國家形成持續而具體的聯合行动？美日进入以後，其他國家不必承擔完全相同的任務，但必須把支持變成具體分工，有的提供彈藥、裝備，有的開放基地和運輸通道，有的承擔網絡防禦、醫療與人道資源，有的限制戰爭融資、關鍵技術和軍民兩用物資，還有的負責外交協調、制裁執法與第三國轉運追蹤。任務越明確，聯盟越不容易停留在聲明層面，參與國家越多，中共越難通過經濟報復逐個擊破。台灣還要推動臨時援助變成長期機制，
使情報共享、軍工補充、後勤支援、制裁執行和外交協調能夠持續運轉，中共必然會使用核威脅、貿易報復和假性和平方案分化聯盟。因此，共同目標必須鎖定在停止攻擊、撤出佔領區域、恢復台灣安全，而不是接受保存中共戰果的停火。同時，能源替代、企業補償、金融保護和供應鏈協調必須同步推進，讓參與國家有能力承受長期對抗的國內成本。第5步，為什麼中共會失去控制戰爭範圍、節奏和代價的能力？中共發動戰爭時，希望自己決定戰爭在哪裡進行，哪些國家能夠介入，以及代價擴大到什麼程度。聯合行動一旦形成，這3項控制都會被削弱。北京原本只想對付台灣，現在必須同時應對美日軍事力量、多個國家的後勤支援、技術限制、金融執法和外交壓力。原本想迅速結束戰爭，現在每增加一個參與國家，台灣持續抵抗的能力就會上升，中共進一步升級的風險也會增加。台灣不是要無節制擴大戰爭，而是讓中共無法按自己設定的範圍和規則作戰。聯盟應明確政治目標、行動邊界與危機溝通機制，同時不能讓北京用核威脅獲得侵略豁免。當北京無法確定外部介入上限，也無法預測下一層制裁，它就失去規劃長期戰爭的能力，原本的升級優勢反而變成多線失控的負擔。第6步，國際戰略危機怎樣反向衝擊中共政權？習近平發動戰爭，必須讓黨內相信國際社會不會形成真正統一的行動，美日不願承擔風險，其他國家即使反對也不會長期付出代價。如果戰爭反而促成更緊密的軍事協作、技術封鎖和供應鏈調整，黨內就會追問為什麼錯誤判斷美日，為什麼低估各國維護地區秩序的意願，為什麼原本計劃限制在台灣海峽的戰爭變成整個國際體系與中共的長期對抗。這不再只是外交失誤，而是最高決策層對國際格局的根本誤判。軍隊必須在更多方向分散力量，經濟部門要面對更廣泛的限制，地方和企業承擔市場與投資損失，外交系統則需要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戰略空間迅速縮小。第一種手段為台灣爭取時間，第二種手段把時間轉化成國際力量。完成這一步後，中共發動的就不再是一場可以獨自控制的攻台戰爭，而是一場不斷擴大軍事負擔、壓縮國際空間，並為下一階段經濟消耗創造條件的戰略困局。第3種手段，讓戰爭持續消耗中共的財政、產業和資源。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3步，整條路徑是長期戰爭，把軍事衝突轉化為經濟戰爭。台灣與盟友持續提高中共戰爭成本，關鍵技術、能源、金融和補充能力受到壓縮。中央財政被迫在戰爭與國內統治之間選擇，經濟壓力進入中國社會，資源爭奪侵蝕中共內部忠誠和統治能力。第1步，為什麼長期戰爭一定會變成經濟戰爭？現代戰爭消耗的從來不只是士兵和武器，彈藥、艦艇、飛機、運輸、維修、醫療、情報和人員輪換，都依賴財政、工業、能源、技術和金融體系持續支撐。如果中共能夠迅速佔領台灣，這些代價還可能被包裝成一次性的戰爭成本。一旦戰爭拖長，前線每天都要補充，受損裝備必須維修，損失平台必須替代，國際限制也會逐步加深。長期戰爭真正比較的，不是誰開戰時擁有更多武器，而是誰能夠不斷把經濟資源轉化成有效戰力。中共經濟規模龐大，但它還要同時維持地方政府、就業、金融穩定、公共服務、維穩系統、國有企業和統治集團利益。戰爭消耗不斷上升，就會與這些統治支出爭奪同一批財政和產業資源。第2步，台灣與盟友怎樣持續提高中共戰爭成本？台灣首先要讓中共不斷追加最昂貴、最難補充又必須反覆投入的力量。跨海運輸受損，北京就要補充運力和護航；上岸部隊多停留1天，就要增加彈藥、燃料和醫療。高端平台持續損失，維修與替代周期就會拉長。台灣不必追求一次摧毀其全部軍力，而要持續攻擊能夠放大後續成本的節點，讓北京為了取得有限進展，付出越來越不成比例的資源。與此同時，國際制裁必須集中打擊戰爭能力，而不是追求沒有重點的全面懲罰。
台灣應推動美日歐洲及其他國家限制軍事與軍民兩用技術、先進芯片、精密製造設備、關鍵工業軟件、戰爭融資和參與軍事生產運輸的機構。中共擴大攻擊，限制範圍就相應擴大，企業進入軍工體系就承擔市場與融資後果。通過第三國轉運，聯盟就追蹤中間商、金融渠道和運輸網絡。第三步，怎樣壓縮關鍵技術、能源、金融和補充能力？中共可以依靠庫存支撐一段時間，但長期戰爭最終拼的是補充能力。導彈、雷達、飛機、艦艇、通信和精確制導系統都依賴複雜產業鏈，其中少數關鍵設備、材料、軟件和工藝可能決定整條生產線能否運行。台灣與盟友需要識別這些最難替代周期最長，又同時服務多個軍工項目的環節。一個關鍵部件短缺，可能拖慢整套武器系統；一套工業軟件或精密設備受限，可能影響多個生產線。能源不可能被輕易完全切斷，但獲得能源、航運、保險和國際結算的成本可以持續提高。聯盟可以追蹤支持戰爭運輸的企業和船只，限制關鍵金融服務，提高與中共軍工體系合作的法律和商業風險。前線消耗越快，後方補充越慢，庫存就越難掩蓋生產瓶頸。行政命令可以強迫銀行、企業和地方服從，卻不能憑空創造技術、能源和效率。第四步，為什麼中央財政會被迫在戰爭與國內統治之間選擇？中共能夠長期維持統治，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擁有足夠資源，同時供養軍隊、地方政府、維穩系統、國有企業和統治集團利益。長期戰爭會打破這種平衡，軍費不斷增加，制裁壓低出口、投資和稅收，地方債務與房地產風險繼續積累，北京可支配的資源越來越少，需要維持的系統卻一個都不能輕易放棄。把更多資源投入戰爭，地方財政、公共服務和民生支出就會受到擠壓，優先穩定國內，前線補給和軍工生產就可能受影響。繼續保護權貴與大型國企利益，普通家庭承擔的代價就會增加。要求統治集團共同承受損失，又會削弱內部忠誠。台灣和盟友要形成的，就是北京每項戰爭多投入一份資源，就必須從維持國內統治的資源中拿走一份。第五步，經濟壓力怎樣進入中國社會？經濟消耗真正危險的地方，不是統計數字下降，而是普通人開始感受到失業、物價上漲、企業倒閉、地方欠薪和公共服務收縮。民族主義可以在戰爭初期壓住不滿，卻不能長期代替收入、就業和基本生活。當越來越多家庭發現自己在為一場沒有明確結束時間的戰爭承擔代價，經濟問題就會獲得政治含義。戰爭何時結束？為什麼還要繼續投入？為什麼承擔損失的是普通人，而不是做出決定的人？中共為了壓制這些問題，必須投入更多宣傳、審查和維穩資源。經濟壓力因此不但進入家庭和行業，也繼續轉化成新的統治成本。戰爭持續越久，社會感受到的代價越具體，官方把一切歸因於外部制裁的解釋就越難完全成立。第六步，資源爭奪怎樣侵蝕中共內部忠誠和統治能力？中共內部的忠誠不僅來自意識形態和恐懼，也來自利益分配。官員服從中央，是因為服從能夠帶來職位、資源和保護；軍隊服從最高領導人，是因為中央能夠提供經費、晉升和政治安全。當中央要求各系統承擔更多責任，卻無法繼續提供同等利益，忠誠就會轉化為計算。地方會優先保護本地財政，企業會減少承擔戰爭成本，權貴會保護家族資產，各部門開始爭奪誰來承擔損失。第三種手段的目標不是單純讓中國經濟衰退，而是削弱中共同時維持戰爭和維持統治的能力。當戰爭和國內統治爭奪同一批資源，經濟體系的壓力就會進入社會，也會進入統治集團。但這些代價只有被中國社會真正看見，才會發揮最大的政治破壞力。因此，下一步必須突破宣傳封鎖，讓戰場、傷亡和經濟責任進入中國社會。第四種手段，讓真實戰況、傷亡和戰爭責任突破中共的宣傳封鎖。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四步，整條路徑是中共封鎖戰爭真相並製造勝利敘事，台灣建立可信、可驗證、持續存在的事實體系，真實代價進入不同群體的具體生活，官方敘事與社會現實發生無法修復的衝突，
戰爭責任重新指向最高決策層。第一步，中共為什麼必須封鎖戰爭真相並制造勝利敘事？戰爭爆發以後，中共不僅要控制戰場，也要控制中國人如何理解戰爭。只要北京仍掌握信息，他就可以把进攻受阻解釋成戰略調整，把大量傷亡包裝成英勇犧牲，把經濟制裁歸咎於外國敵視，把無法結束的戰爭描述成正在不斷勝利。宣傳的作用是把軍事、經濟和社會代價彼此隔離，使每一個問題都無法指向發動戰爭的決定。對中共最危險的是，中國社會同時知道3件事：戰爭沒有按照計劃進行，實際代價遠遠超過官方說法，發動和繼續戰爭的決定來自最高領導層。一旦這3件事被連接起來，戰場失敗就不再只是軍隊問題，失業和物價也不再只是外部制裁問題，而會共同變成對政治責任的追問。因此，信息突破不能只追求傳播更多消息，也不能依賴一次轟動揭露。台灣需要建立一種持續機制，讓中共無法長期切斷實際結果、社會代價和最高責任之間的聯繫。只有這樣，前3種手段制造的壓力才會從外部損失轉化成內部政治危機。第二步，台灣怎樣建立可信、可驗證、持續存在的事實體系？信息戰最重要的不是聲音最大，而是別人為什麼相信。台灣如果誇大戰果，長期隱瞞自身損失，短期可能提高士氣，長期卻會摧毀可信度。政府必須建立統一、穩定、能夠被外界驗證的信息發布體系，清楚區分已經確認、仍在核實和無法公開的內容。自身傷亡與設施損失也不能被永久掩蓋。台灣要形成的形象不是永遠只報好消息，而是中共製造敘事，台灣提供可核實事實。證據保存必須從戰爭第一天制度化，攻擊時間、地點、目標、平民設施受損、中共部隊損失、被俘人員身份以及能夠證明命令來源的材料，都要盡量保留原始時間、位置和來源，並由多個獨立機構交叉驗證。中共面對不利事實時，最常用的辦法是否認。只有不同證據能夠相互印證，否認才會不斷失去作用。傳播渠道也不能依賴單一平台，公開網站、境外媒體、衛星資料、廣播、海外社交平台和境外華人網絡應承擔不同功能。一段影像即使被刪除，只要同一事件被外國媒體、士兵家屬和多個獨立來源同時證實，就很難被徹底抹除。台灣還要為中共內部真實信息提供安全接收、驗證和公開出口，使希望保存材料、證明責任或揭露隱瞞的人能夠把事實送出。第3步，怎樣讓真實代價進入不同群體的具體生活？抽象數字很難真正改變社會態度。台灣不能只反覆宣布中共失敗，而要讓不同群體看到戰爭怎樣進入自己的生活。軍人家屬關心親人是否安全，真實傷亡是否被隱瞞；勞動者關心就業、收入和物價；企業關心訂單、結算和供應鏈；地方官員關心財政缺口和中央追加任務；軍隊內部關心前線是否被迫承擔無法完成的目標。信息內容因此必須針對具體代價，而不是只做籠統政治宣傳。戰場時間線要對應部隊調動和傷亡，制裁信息要對應產業停工和融資困難，地方財政數據要對應欠薪與公共服務收縮。中共可以刪除一條消息，卻無法同時消除陣亡士兵的家庭、失蹤人員的親友、受損企業的員工和地方政府的賬目。當事實與個人經驗相互印證，官方解釋就會失去壟斷地位。信息的目標不是羞辱傷亡者，而是讓他們看見誰發動戰爭，誰隱瞞損失。尊重普通人與追究決策責任必須明確區分。第4步，為什麼官方敘事會與社會現實發生無法修復的衝突？宣傳可以影響人們如何解釋現實，卻不能永久代替現實。如果官方說戰況順利，前線卻不斷補充人員，說傷亡很小，越來越多家庭卻找不到親人，說經濟影響有限，失業、企業倒閉和地方財政困難卻持續擴大，宣傳系統就會逐漸失去解釋能力。中共只能在2種代價之間選擇：承認戰爭出現嚴重問題，或者繼續擴大謊言和鎮壓。承認問題會傷害最高領導人的判斷與權威，繼續隱瞞則需要製造更多互相衝突的說法，投入更嚴厲的審查和更多維穩資源。謊言越多，內部口徑越難統一；封鎖越嚴，
社會越會懷疑官方究竟在隱瞞什麼。台灣不需要期待一次揭露摧毀整套宣傳體系，而要持續維持一個中共無法解決的矛盾。官方反覆宣布戰爭正在勝利，現實生活卻不斷證明代價正在擴大。只要這個矛盾無法消失，宣傳就會從穩定統治的工具變成每天都要付出新成本才能維持的負擔。第5步，戰爭責任怎樣重新指向最高決策層。信息突破的最終目標不只是證明戰爭慘烈，而是回答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中共會把責任推給台灣，美日和所謂外部敵對勢力也會把戰術失敗推給個別將領。台灣必須持續公開戰爭時間線，把最高戰略目標、戰前承諾、實際結果和繼續投入的決定連接起來。是誰決定發動戰爭？是誰判斷台灣會迅速崩潰？是誰低估外部介入？是誰在傷亡擴大以後仍然拒絕調整目標？只看到代價，人們可能把憤怒轉向外國。看清決策過程，責任才會回到中共最高領導層。真正的變化通常發生在3個條件同時出現時，戰爭遲遲無法結束，普通人持續承擔代價，官方又無法給出可信解釋。人們追問的就不再只是何時結束，而是為什麼發动，為什麼判斷全部錯誤，為什麼承擔損失的人沒有決定權。第4種手段，由此把前3種手段制造的軍事失敗、國際壓力和經濟損失集中轉化成政治責任。接下來，這種責任不能只停留在社會情緒中，還要進入黨內、軍內和官僚系統，改變掌握權力者的利益計算。第5種手段，讓戰爭失敗的責任和衝擊傳入黨內、軍內和官僚系統。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第5步，整條路徑是戰爭失敗，改變統治集團的利益計算。台灣使戰略誤判和責任鏈無法被切斷，軍隊、官僚與最高領導層開始相互懷疑，信息隱瞞與自保削弱統一決策，服從逐漸轉化為拖延、觀望和切割，統治集團從表面團結走向實質分裂。第1步，戰爭失敗為什麼會改變統治集團的利益計算？一個專制政權不會因為經濟惡化、軍隊受挫或社會不滿就自動走向終結。只要統治集團仍然團結，軍隊繼續服從，官僚系統繼續執行命令，中共就能壓制社會、轉移責任，並把戰爭拖下去。真正危險的時刻是掌握軍隊、財政、情報和地方權力的人開始懷疑最高領導人，也開始懷疑彼此。中共統治依靠一套內部交換，官員服從中央，中央保護職位與利益；軍隊服從最高領導人，最高領導人提供資源、晉升和政治安全；地方執行中央命令，中央在危機時承擔最終責任。戰爭失敗會改變這套交換，每個系統都會重新計算，繼續執行錯誤命令。最後誰承擔責任？最高領導人還能不能保護自己？如果必須尋找替罪羊，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第2步，台灣怎樣使戰略誤判和責任鏈無法被切斷？戰爭不利以後，中共最可能把責任推給下級，某個將領指揮不當，情報部門判斷錯誤，地方執行不力，這樣既可以處分替罪羊，也能暫時保護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台灣必須持續公開戰前判斷、官方承諾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證明問題不是一次戰術失敗，而是整套戰略從一開始就出現錯誤。台灣沒有迅速崩潰，美日沒有袖手旁觀，戰爭成本也遠超最初估計，責任必須分層，普通士兵和一般公務人員不應與戰爭決策者混為一談，但最高戰略責任也不能被個別戰術錯誤掩蓋。台灣需要通過可驗證的命令變化、資源追加、傷亡隱瞞和時間線，說明哪些後果來自最高目標，哪些系統曾報告風險，哪些命令在明知無法完成時仍被要求執行。當錯誤不斷指向同一套最高決策，中共就很難只靠撤換幾個將領永久切斷責任鏈。第3步，為什麼軍隊、官僚與最高領導層會開始相互懷疑？在責任高度集中的體制中，戰敗首先制造軍隊被追責的風險。政治領導層可以宣稱戰略方向沒有問題，只是軍隊沒有完成任務，將領則會懷疑最高領導層設定了無法實現的目標，並準備把戰略誤判全部推給軍方。如果前線目標超出實際能力，北京仍要求追加投入，將領就會面對2種危險：繼續執行，損失擴大，無法完成，又承擔全部責任。官僚系統也會進入同樣困境。戰爭越拖延，
中央交給地方經濟、宣傳和安全部門的任務越多，能夠提供的資源卻越少。政治領導層則會懷疑軍隊誇大能力、隱瞞損失，也會懷疑地方和部門保留資源、消極執行。原本依靠共同利益維持的信任開始倒轉，每個系統都擔心其他系統先把責任推給自己，也擔心最高領導人為保護權威而犧牲下級。第4步，信息隱瞞與自保。怎樣削弱統一決策？高度集中的權力有一個致命弱點，下面越害怕承擔責任，越不敢報告真實情況。軍隊壓低損失，地方隱瞞財政困難，經濟部門淡化制裁衝擊，宣傳系統繼續製造勝利敘事。最高領導層得到的信息越來越樂觀，現實卻越來越惡化。錯誤判斷造成更大損失，更大損失又引發更嚴厲的問責。台灣持續公開可驗證的戰場損失、軍事調動、地方異常和內部材料，會讓不同系統發現外界掌握的事實可能比正式報告更接近真實情況。結果不是所有人立即聯合反抗，而是統一決策所依賴的信息基礎開始消失。越需要準確判斷，下面越不敢說真話，越需要統一行動，各部門越想保存實力。第5步，服從為什麼會轉化為拖延、觀望和切割？自保會直接改變執行。中央要求追加資源，地方只完成最低標準。命令涉及高風險行動，部門會反覆請示、拖延或要求書面授權。內部人員會保存文件，證明責任屬於上級。表面上命令仍在下達，實際動員速度、協調能力和執行質量卻不斷下降。真正的轉折不一定從公開政變開始，更可能從消極服從和等待開始。越來越多人等待戰爭結果，等待最高領導人是否失勢，也等待其他系統先承擔責任。有人主張升級戰爭挽回權威，有人主張降低目標尋找退出，更多人只想保住職位、家族和控制的資源。服從由主動執行變成最低限度應付，切割最高決策則逐漸成為保留退路的方式。第6步，統治集團怎樣從表面團結走向實質分裂？統治集团在順利時期能夠團結，是因為大家都能從現有秩序獲利。危機到來以後，團結取決於繼續保護最高領導人是否仍能保護自己。如果答案逐漸變成否定，軍隊會強調錯誤的政治目標，官僚系統會強調自己只是執行命令，宣傳部門會保存最高層干預口徑的證據，地方官員會把財政和社會危機歸咎於中央戰爭政策。第5種手段的目標不是簡單期待中共發生內鬥，而是讓他失去統一應對危機的能力。前4種手段制造的軍事失敗、國際壓力、經濟消耗和信息失控在這裡匯合，高度集中，反而使所有失敗集中到最高領導人身上。當各系統把更多精力用於自保、追責和爭奪退路，表面上的組織統一就會失去實際動員能力。但只要社會仍相信中共結束以後必然失序，許多人仍可能繼續依附。因此，台灣還必須讓軍隊、官僚和普通人看到中共之外仍有可維持秩序的未来。第6種手段，讓中國社會看到中共並不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台灣推動中共政權走向終結的最後一步，整條路徑是中共利用對失序和清算的恐懼維持服從。台灣與國際社會提出清楚而有限的戰後原則，軍隊、官僚和普通民眾獲得安全預期。中國內部形成能夠停止戰爭並維持秩序的過渡力量，國際社會為和平轉型提供基本秩序保障。政治替代把統治危機轉化為中共政權終結。第1步，中共怎樣利用對失序和清算的恐懼維持服從？前面5種手段能夠讓中共在軍事上受挫，國際上受壓，經濟上失血，宣傳上失控，並使統治集團出現分裂。但這些危機不會自動終結中共。在真正的政權危機中，中共會使用最後一張牌，沒有中共，中國就會內戰、分裂、經濟崩潰，外國勢力會瓜分中國。軍隊和官僚如果停止服從，也會遭到全面清算。很多人即使已經不相信中共，也可能因為害怕更壞結果而繼續接受它。普通民眾擔心銀行能否取錢，醫院是否開放，孩子能否上學。地方官員擔心政權更替後全家被清算，軍隊擔心一旦停止服從，就會失去組織、待遇和人身安全。對這些群體來說，繼續保護中共未必是因為忠誠，而是因為看不到安全退路。第2步，
台灣與國際社會應提出什麼樣的戰後原則？台灣必須首先把中國、中共和習近平政權區分開，反對的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中國這個國家，而是中共使用戰爭吞併台灣，並把所有中國人綁在錯誤戰爭上的統治方式。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習近平不等於中國，反對侵略也不等於反對中國。只有拆開這些概念，中國社會才可能把保護国家與保護中共政權分開。台灣的角色不是替中國設計所有未來制度，台灣真正擁有的籌碼是與國際社會共同說明哪些行為可以換取停戰、制裁緩解、國際承認和經濟恢復。原則必須清楚而有限，停止戰爭，撤出佔領區域，停止對台灣的軍事脅迫，保護平民，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對發動和指揮侵略戰爭的決策者依法追責，同時不對普通軍人、公務員和民众實行集體懲罰。台灣的底線是，任何新的政治安排都不能繼續以武力威脅台灣。第三步，怎樣讓軍隊、官僚和普通民眾獲得安全預期？替代方案不能只是一句民主會更好，而要回答不同群體最直接的風險。對普通民眾應明確基本財產、公共服務、醫療、教育和正常社會生活不會被任意摧毀。對沒有參與嚴重犯罪的普通公務員和專業人員，應說明他們可以繼續維持社會運行。對普通士兵，應與發動、指揮侵略戰爭的決策者區分，停止攻擊，保護平民，保存證據和維持秩序，應成為降低責任的重要依據。這不是縱容責任，而是避免所有人因為恐懼只能繼續綁在中共身上。一旦軍隊和官僚看到停止執行錯誤命令不等於被集體消滅，維持秩序能夠成為參與過渡的資格，而繼續鎮壓毀滅證據和擴大戰爭反而會增加責任，利益計算就會改變。普通民眾也會從醫院、學校、銀行和治安是否正常，判斷中共結束是否真的等於生活崩潰。第四步，中國內部怎樣形成能夠停止戰爭並維持秩序的過渡力量？真正推動轉型的力量必須來自中國內部，可能包括反對繼續戰爭的黨內人士，希望避免國家崩潰的地方官員，拒絕承擔錯誤命令的軍隊系統，也可能來自法律界、企業界和社會力量。台灣與國際社會能做的是為這些力量建立安全聯繫、信息驗證和外部溝通渠道，使他們能夠形成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則。最低共識不需要一次解決所有制度爭議，只需要先完成最緊迫的任務，停止對台灣的戰爭，保護平民與基本秩序，防止大規模報復和權力真空，維持必要的金融、能源和食品供應，建立臨時過渡機制，再由中國社會決定未來。涉及軍隊和戰略武器的安排，必須由中國內部具有實際控制能力的過渡力量承擔主體責任。第五步，國際社會怎樣為和平轉型提供基本秩序保障？中國規模巨大，政治轉型會讓各國擔心軍隊、戰略武器、金融體系和地方秩序失控。台灣應推動美日、歐洲和其他國家提前形成共同原則，支持能夠停止戰爭、願意進行民主政治體制轉型、維持基本秩序的過渡安排，保持必要的人道、貿易和金融通道，把援助、制裁、緩解和國際承認與停止侵略、保護平民、維持公共服務相連接。國際社會還必須明確，支持的是中國停止侵略並走向和平轉型，而不是肢解或佔領中國。只有這樣，軍隊、官僚和普通民眾才不會因為擔心國家解體帶來的混亂和恐懼而繼續依附中共，與中共的命運捆綁在一起。相反，他們會看到停止戰爭並不意味着中國被摧毀，而意味着中國可以在維持基本秩序、社会運轉和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擺脫中共的專制統治，實現民主體制轉型。外部力量不能替代中國內部治理，更不能直接爭奪中國政治主導權。他們的作用是降低權力真空、經濟斷裂和大規模報復的風險，為內部過渡力量維持秩序提供時間和條件，這樣才能使轉型擁有可信的外部保障，又不給中共把自身存亡包裝成民族存亡的機會。第六步，政治替代怎樣把統治危機轉化為中共政權終結？前5種手段制造的是中共無法控制的危機，第6種手段提供的是危機之後的出口。沒有出口，黨內和軍內即使反對習近平，也可能只選擇內部換人；普通民眾即使不滿，也可能因為害怕混亂繼續接受中共。
國際社會即使制裁北京，也可能擔心中國失控而不敢支持真正轉型。一旦替代方案出現，軍隊知道停止戰爭以後仍有位置，官僚知道維持秩序能夠保護自己，民眾知道中共結束不等於生活崩潰，國際社會也知道中國轉型不必以國家解體為代價。原本最安全的選擇是繼續服從，現在最安全的選擇可能變成停止戰爭，保護自身系統，並與最高領導人切割。中共真正失去統治能力，不是在所有人都痛恨他的時候，而是在越來越多人發現離開他自己仍能生存，沒有他國家仍能運作，結束他比繼續保護他更加安全。當這個判斷進入軍隊、官僚和社會，中共用來維持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思緒的恐懼就會被打破。軍事失敗、國際壓力、經濟消耗、信息失控和統治集團分裂，才會有一場政權危機真正轉化為結束一黨專政的政治轉型。現在把這6種手段形成的力量合在一起看，台灣先讓中共無法速勝，再把戰爭國際化，讓中共同時面對軍事、外交和經濟壓力。隨着戰爭持續，財政、產業和資源不斷失血，真實傷亡和戰爭責任也開始突破宣傳封鎖。當這些壓力進入黨內、軍內和官僚系統，中共的統治集團就會從共同服從轉向互相追責、互相防範、互相拋棄。最後，只要越來越多中國人看到中共結束並不等於中國崩潰，中共賴以維持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會被打破。所以台灣真正要贏得的不只是這場戰爭，而是利用中共主動發動的戰爭，徹底終結中共繼續威脅台灣的政權能力。中共原本想通過戰爭吞併台灣，最終卻會為了這場戰爭親手終結自己的統治。最後，我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對中共說幾句話。台灣是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這裡的人自己選舉政府，決定自己的生活，也承擔自己的未來。你們總說要統一台灣，台灣人就會有更好的生活，但我想問，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是讓普通人活得體面有尊嚴，還是要求所有人服從一個政黨，還是服從一個人？當一個政權可以隨時剝奪人的權利，要求人民為他承受一切代價，甚至把人的生命當成可以隨意消耗的資源，這樣的國家究竟是在保護人民，還是在奴役人民？再看看台灣，台灣當然並不完美，也有爭吵和混亂，但台灣人可以公開批評總統，可以通過選票更換政府，可以決定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這就是中共真正害怕台灣的原因，不是因為台灣威脅了中國，而是台灣證明了一件事：沒有中共，人們可以更好的體面生活，而且還可以活得更自由、更有尊嚴。所以，中共真正應該做的，不是用戰爭把台灣變成中國現在的樣子，而是認真看看台灣，反思你們究竟把中國帶到了什麼地步，也想一想，為什麼10幾億中國人不能擁有同樣的選擇？如何以最小的社會代價結束一黨專政，把憲政、民主與自由這些本就屬於人民的權利還給中國人，才是你們真正應該做的事。